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寿命与体重有关系。医生提醒，60岁后这样的体重刚刚好。李奶奶今年61岁了，已经单身20多年。最近社区里举办了中老年人的相亲角，在家人和邻居的鼓动下，李奶奶也参加了。她对其中的一位老爷爷很有好感，但几天后发现那位老爷爷已经和一位身材较好的老奶奶在一起了，这让李奶奶备受打击，开始了减肥计划，每天只吃素食，少油少盐。家人们看到后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他们认为千金难买老来瘦，即使最后没有找到老伴，但是瘦点总归对身体好。李奶奶也很自律，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比如散步、打太极拳等。她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变得更加的健康和美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奶奶发现自己的体力越来越差，经常的感到头晕。她不知道这些症状是怎么产生的，但并没有过多的在意。她认为这只是暂时的不适，只要坚持锻炼和减肥，就能够很快的恢复健康。然而当李奶奶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她已经无法坚持锻炼和减肥了。家人们看到她的情况越来越糟，决定带她去医院检查。在医生的检查下，李奶奶被诊断出患有肌少症，这让李奶奶和家人都非常的诧异。寿命和体重一直是人们比较关注的话题，近日这样的话题再一次引起人们注意和好奇。那么寿命和体重究竟是什么关系？怎么样才是刚刚好？老年人太瘦和太胖都不利于健康，肥胖一直以来都被称为不健康的表现，过高的体重容易导致很多健康问题。民间有这样一句口头俗语，千金难买老来瘦。许多老年人认为人到老了，身体就应该要瘦一些，这样才能够健康。像那些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等疾病都是因为肥胖引起的。如果到了老年期体重还是过胖，不仅会导致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还会影响寿命。老年性肥胖最容易出现的一个特征就是肌少性肥胖。在衰老的过程中，肌肉含量逐渐的减少，就非常容易的导致脂肪堆积。这种体型的老年人虽然肥胖，但是是非常脆弱的，因为体内的肌肉不足就容易摔倒，而摔倒就容易骨折。过度肥胖人群体内的脂肪堆积过多，血液浓稠度高，就特别容易堵塞血管。体内血管堵塞，血液不流通，就会造成供血供氧不足，导致脑梗、心梗、动脉粥样硬化等。所以过度肥胖的老年人发病率和死亡率也会升高。但是如果中老年人体型过瘦的话，也会导致一些疾病的问题。一、肌少症。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肌肉组织会逐渐减少，而老年人太瘦则会加速这个过程。这是一种因肌肉组织减少而导致的疾病。肌少症会导致老年人身体的机能下降，出现行动不便、肌肉无力等的问题。因此老年人应该注意保持适当的体重，避免营养不良和肌少症的发生。同时老年人还应该进行适当的运动，以增强肌肉的力量和健康。2、骨质疏松。老年人太瘦可能会导致骨骼中的钙和磷等矿物质流失，从而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会导致老年人的骨骼变得脆弱，容易骨折，尤其是髋部和脊椎骨。骨质疏松是老年人太瘦可能导致的一个严重问题，因此老年人应该注意保持适当的体重，避免骨质疏松的发生。另外，老年人还应该多吃富含钙和磷等营养素的食物，比如牛奶、豆腐、海产品等，以增加骨骼的健康。3、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是老年人太瘦可能导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老年人太瘦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从而导致血液中的脂肪含量过低，这会导致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从而危及老年人的生命。而如果在中老年时期还是一味的追求以瘦为健康，那么就会减少进食，从而引起营养不良甚至贫血。
身体吸收不到营养，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心血管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都是体重过瘦引起的。体内营养不足，免疫力就会下降，患病之后恢复的时间也会非常慢，致死风险也会比正常人高。所以老年人体重过轻也会影响寿命。寿命和体重的关系，研究发现，对于60岁以上的人群来说，体重指数 BMI 在23到27之间的人群寿命预期最长，而 BMI 过高或者是过低的人群则寿命预期较短。具体而言， BMI 在23到24.9之间的人群寿命预期最长，达到了最佳的平衡点，而 BMI 过高的人群寿命预期较短，可能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BMI 过低的人群同样寿命预期较短，可能会增加患癌症、呼吸道系统等疾病的风险。BMI 是指体重数值， BMI 的指数是用来衡量一个人的体型的胖瘦和健康的标准。计算方法为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计算出来的就是你目前的体重标准。为什么老年人微胖更健康？前面有讲到，老年时期微胖体型是最健康的。首先，微胖的体型在身体代谢方面会更好。如果身体过瘦，体内脂肪的储备量就会过少，从而影响到正常的新陈代谢。体重过胖，体内的脂肪堆积过多，同样也会影响。再加上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率也会降低，因此微胖型身体体内适当的脂肪储备是会帮助老年人维持正常的代谢率。老年人适当的脂肪储存可以降低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和维持正常的免疫系统。微胖体重免疫力强，不容易得病，所以上了年纪之后，保持着微胖体重才是延长寿命的重要因素。过了60岁之后，老年人如何保持体重稳定？一、合理膳食。老年时期的饮食要更加的注意均衡营养。老年人肠胃功能减弱，很难做到对食物的营养吸收全面，而此时合理的饮食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可以帮助身体提高对营养的吸收，还能够改善肠胃功能，减弱肠胃负担。日常应该多吃一些豆类、肉类、果蔬还有谷物类的食物。豆类食物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蛋白质等多种营养元素，有助于老年人预防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老年人容易肌肉萎缩，就应该要多吃肉类食物。肉类食物当中的优质蛋白能够维持老年人的肌肉功能，促进肌肉健康。肉类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B 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可以吃一些牛肉、鱼肉和鸡肉，但是注意的是，老年人消化功能弱，在食用肉类食物的时候一定要煮熟煮透，也切记不要食用过多。在饮食方面要保证均衡营养，并且控制摄入量。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维持体重的关键。二、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许多老年人觉得年龄大了就要静养，所以很少会运动，久而久之就会发现体重慢慢的增加。对于那些肥胖的老年人，适当的运动有助于消耗掉体内的多余的脂肪，还能够促进肠胃道的流动。通过适当的运动来减轻体重是最健康的。建议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来选择适宜的运动方式，并坚持每周不少于3次的锻炼次数，每次维持在30到60分钟的锻炼时间。3、多喝水。喝水有助于促进体内新陈代谢。老年人每日的喝水量应该保持在1500毫升到1700毫升。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肠胃蠕动减慢，就很容易便秘。每日适当喝水可以帮助肠胃排泄，肠胃道消化不好就容易形成脂肪堆积，脂肪过多排不出体重，就会慢慢的增加。老年人每日摄入足够的饮水量，就能够保持体重的稳定。人在过了60岁之后，就步入了老年阶段。老年人最注重健康的生活，过于消瘦和过于肥胖的体重都是不健康的，最容易被疾病找上门，因此也会影响到寿命。而微胖体型的老年人身体非常健康，也不容易得病，跟过胖和过瘦的老年人比起来，寿命也会更长一些。所以根据体重的数值来计算，你的体重达标了吗？
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